大4那年决战考研，舍友晚上太吵，我严重睡眠不足。因为贪便宜，我在校外租了一个凶宅备考。起初我还假模假样的买了黄埔镇宅，直到一个深夜，我做高数做到快睡着的时候，有人忽然悠悠说：“这题选 A。”声音颇为无语。我缓缓睁大眼睛，清醒了。周围没人，那个声音也没再出现了。我几乎是抖着手做完了整张试卷，但这一次他好像是真的无语了，语气冷漠，再次开口：“选择题只对了3道，不定积分忘写常数项了，大题只写解也不会给你得分的，放弃吧，你没天赋。”字字如刀，我碎了。不信邪的我对完答案之后，终于认命。我鼓起勇气对着空气喊：“学神，菜菜，捞捞。”空气沉寂一瞬，那个声音冷酷说：“该该，挂挂，嘻嘻。”算了吧，有你这种学生，我怕以后气得心脏疼。我呜咽一声，对着空气泪流满面。学神终究还是被我赖上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因为太无聊了。他被困在这间屋子里很久了，因为是凶宅，没人敢住。他每天无聊到地砖有多少条划痕都快数清了。直到来了个不怕死的我。两室一厅，月租200，押一付3。除了是个凶宅，没有任何缺点。备考以外，我每天还得去附近的咖啡店兼职赚生活费。等我又一次兼职回来做高数的时候，沉默一天的学神看着我的试卷，被我气到发笑。举1反3是不会吗？昨天的错题白整理了。你的智商是充话费送的吗？哭什么？你抢了我的地盘，还不让我发火吗？我哽咽着擦掉眼泪。不是，我还以为他真的要放弃我了。嘴巴好毒，我好安心。整整1周，我在学神的搓磨下，每天生不如死，进步神速。从小我就偏科，有关数学的一切都烂得一塌糊涂。发飙之后，学神终于接受了我是个数学渣渣的事实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给我从最基础的微分开始讲起，内容言简意赅，通俗易懂，比照念 PPT 的学校老师讲得好多了。虽然看着脾气不好，但讲题的时候还是很有耐心的。不过这场补习并不是他单方面的善心。学神平淡说：“听说一个人生前如果有未尽的执念，他的魂魄就会日复一日徘徊人间，直到灰飞烟灭。我教你数学，你帮我完成愿望，让我成功离开这里。”我满眼亮晶晶的点头，半晌也没再等来他的下一句话。我忍不住了，絮絮叨叨问他：“学神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住哪里？还有家人在世吗？愿望又是什么呀？”我得先确认他的身份，才可以帮他完成愿望啊。空气凝滞，他只一审，不记得了。这事倒也好办，宅子出过命案，房东一定知道原委。我发信息给房东，结果他回了我一串语音：“樊爷，不是说不介意凶宅的吗？房租再给你降50了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价已经是最低了啦，妹妹不要再讲价了哦。”纠缠很久也不肯透露半分凶案信息，可能他是怕我知道案件经过之后，吓得真的连夜搬走。我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，公安不肯透露案件信息，互联网上也只能搜到几月前这里有人坠楼，但是关于受害者的身份信息全都语焉不详。我毫无头绪了，只好问学神：“学神，那你还有关于生前的什么记忆吗？比如地理方位、著名建筑之类的？”他仔细想了想，有些迟疑地和我说：“樱花，樱花在春天掉下来，随风砸进我手心里。其他的记不太清了，但我应该是学物理的，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参加过比赛。”我怔了一下，种植樱花的国内大学并不多，而我恰好知道一个。我这次考试的第一志愿江城大学，我决定从参赛名单入手。江城大学承办过很多有关物理的竞赛，我不确定是哪一个，不过以学神的能力，获奖名单上应该会有他的名字。我在官网上找到了近3年物理系所有的获奖名单，打算把名字一个个念给学神听，说不定他会对自己的名字留有记忆反应。赵东、方思月。好，今年物理实验竞赛的国奖是徐鹤之。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卡壳一瞬，停顿时间长到学神也意识到不对劲。他看着电脑屏幕，一字一顿念出名字，疑惑发问：“徐鹤之，你认识？”似是好奇心作祟，亦或这段时间他在屋子里真的憋久了，学神很八卦地问我：“是认识的人还是喜欢的人？”你神经大条到被我骂都能笑着哭，这个反应的确很罕见。我压下内心的慌乱，把电脑屏幕匆匆盖上，揉了揉眼睛，打着哈哈和学神说：“我困了，明天再继续吧。我警告你，不许进我房间啊！孤鬼寡女的，少占我便宜。”我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以至于没有听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彻夜失眠，我忍无可忍，在深夜打通了房东的电话，被他气得骂了整整5分钟，我也毫不在意，我只是固执地问他，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，或者能不能告诉我他姓什么？姓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不是姓徐。房东被我纠缠怕了，最后告诉我那个租客姓孟，又和我说，如果我以后在大半夜的打电话给他，我就可以从这个房子里麻溜滚出去了。挂断电话，咆哮声又在耳边回荡，但我的确可以安心睡上一个好觉了。心中的慌乱渐渐散去。对呀，学神怎么可能是徐鹤之？他怎么可能从江城莫名其妙地跑到这样偏僻的3线小城市？我知道这样对一个好心教我学数学的无名鬼有一点不公平，但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太好了，原来他不是。徐鹤之是我的高中同桌，都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过惊艳的人，这话说的真的不假。徐鹤之是真正的天之骄子，他的父母都是高知，每次考试他都甩第2名一大截，学科竞赛直接保送江城大学。这样优秀的人偏偏还不是个书呆子，篮球、小提琴、围棋、书法，他全面发展，样样精通。所有人都觉得他冷淡孤傲，很难相处，但我却从不这样觉得。他会每天抽1小时给我数学补习，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每一个问题，给我偷偷带好吃的点心，包容我的迷糊木讷。有一次数学卷子被人抢了，有人嘲笑我，这么简单的题目都能做错，陈佳妍，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智商啊？我踮起脚，却怎么也够不到被人高高举起的卷子，我死死掐住手心，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一片哄笑。徐鹤之就是在那样狼狈的情形下出现的。他眉眼冷淡地从那人手里轻易夺回了试卷，仔细抚平上面的皱褶，只是在看见我竭力压抑泪水时，显而易见的停顿一瞬，唇角一点一点抿起来，骨节被他捏得嘎吱作响。他把试卷塞进我的怀里，拳头挥过去之前，徐鹤之漫不经心问他：
只超及格线1分的分数就这么值得你骄傲吗？也对，毕竟你的自信都是批发的，脑袋也只是用来显高而已。我是被学神吵醒的，一晚上心神不宁，最后只睡3、4个小时。醒来的时候时钟已经逼近8点，学神在我耳边悠悠开口，距离考研不足50天，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？吓得我从床上蹦起来。我没听见学神的敲门声，也没听见昨晚他提醒我今天还有早八的课。早上他先是敲了5分钟的门，见我一直没醒，而早八时间越来越逼近，索性直接穿过房门把我喊醒了。我冲进洗漱间里刷牙洗脸，看着空中时不时飘过1、2本书、水杯，还有一条围巾。冬天已经来了呀，书本和包已经被他整理好了。我咬着面包穿鞋，有些口齿不清。大恩不言谢，恩师，今晚我给你烧好吃的回来。学神吃不了人类的食物，但他喜欢看着我吃，然后望梅止渴。画饼吗？谁不会？反正最后都会落进我肚子里。他哼笑一声，我猜他此刻正暴毙倚着墙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手忙脚乱，因为他的声音慢悠悠的。既然你承认我是你恩师了，都说1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不解地抬起头，他似笑非笑说，乖，叫声爸爸听听。我是不可能对占据我房子的无名鬼认贼作父的，于是我扮了个鬼脸，转身就跑。那天夜里，我当着学神的面，心满意足地吃完了炸鸡、小龙虾，还有烧烤，尤其还向学神详细描述了一下美食的美味。向鬼炫耀的报应就是我被打翻了的小龙虾浇了一身，浑身狼狈。虽然学神一直在忍笑，再三向我保证不是他做的手脚，但还是很气呀。头脑不清醒的后果就是洗澡忘记拿衣服，我在穿着脏衣服重洗一遍和喊学神帮忙拿衣服之间犹豫了一下，丢人还是丢鬼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。就在我咬着牙将邪恶的爪子伸向了那堆战损版睡衣时，有个声音悠悠传来，哟，怎么终于想起自己忘拿什么了？我的呼吸停了一瞬，我止不住的四下张望，慌张到差点晕踩了水而摔倒。我顿时磕磕绊绊起来，你不是答应了不会进来的吗？学神轻哼一声，敲门声却落在磨砂玻璃外，我隐约看见睡衣在门外飘荡。学神耐心又倦懒的又扣门，咚咚咚，像是敲在我心上。他慢悠悠地问，不拿吗？等我心虚地扒开一条缝，飞快将衣服勾进来之后，我却又忽然僵在原地，羞耻地忍不住拿脑袋撞墙。明明可以等他走了再拿的。我捂住了眼睛，止不住懊恼，被风擦过的指尖仿佛还在隐隐发烫，就像他顺手撂下了一簇火。那天晚上我一反常态的没有翻开任何有关数学的物件。学神在我桌边轻啧一声，倒是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过了没多久，桌上莫名多出退热贴，对着镜子一瞧，潮红都已经从耳尖冒到了锁骨。我羞耻到头顶冒出白烟，当机立断把镜子反手扣下去，一时之间脸上更烫了。我嘴硬辩解道，我那是被浴室蒸汽蒸的。有人似乎轻笑了一下，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空中又飞过来了几个退热贴。我麻木地看着退热贴飞到我手心，扯了扯唇，假笑说，谢谢呀，你还怪贴心的。有人抓起笔在空中摆了摆，桀骜说，不客气。我面无表情地朝空气扬了扬拳头，认真思考打鬼的可能性。本以为慌乱的一天就要这样过去，直到我在夜里再次被学神吵醒。这一次我是真的有一点生气了。说好的君子协定不进我房间呢？没等我开口，学神先捂住了我的唇。被摁响的台灯并没有亮，周遭一片黑暗，应该是断电了。声音轻而短促，他低声说，嘘，有人在敲门。门外的声音响了一会就安静了。搬家的时候我特意换了锁，学神说他穿不到屋外，所以看不见那个人的脸。四周幽暗，寂静的令人心颤，大门被重物堵住，等待警方救援的时间难熬而漫长。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沉默和不安，学神忽然开口，聊聊天吧。我抱膝坐在卧室的角落，一边分神听外面的动静，一边问，聊什么？数学。我神色复杂的抬起眼睛，现在谁还有心思做题啊？学神轻声笑了一下，似乎早就知道我会是这个反应。他顿了一瞬，含着些道不明的情绪说，那就聊聊徐鹤之。我没有作声，过了很久，我慢吞吞开口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，就是普通的高中同桌。他很照顾我，我喜欢过他，所以当时看见他名字时反应有些过激，仅此而已。像徐鹤之那样的人，不会有人不喜欢的。我大概永远也忘不掉那年盛夏橘子汽水的甜腻，忘不掉曾经有个人心甘情愿给我遮了半节课的太阳，忘不掉他在绯色晚霞中回身看我，晚风却扬起他黑发。我被人故意锁在学校的那个雨夜，他在一片黑暗中从外打开门，他分明气喘吁吁，分明全身湿透，却全然不提究竟找了我多久。他只呼出一口气，轻松地跨越台阶，朝我伸出手心，语气懒懒地开口，陈佳妍，你要跟我走吗？原来月光也会照到我身上。我本以为学神不会再问，毕竟明眼人都瞧得出来我话里的敷衍，他却不依不饶。那徐鹤之呢？他看不出来你喜欢他吗？这一次我沉默了很久，声音有些干涩。他送过我一支钢笔，那年高考徐鹤之保送，考试的前一天他送我一支钢笔。他和我约定，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，他会在学校外面等我。学神嗤笑了一声，他想表白。他毫不客气评价，呵，庸俗老套。我摇了摇头，抱着冰凉的双膝，一点一点垂下眼睛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赴约，我食言了，是我骗了他。高三那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，我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，对方酒驾肇事逃逸，迟迟找不到下落，陷入困局很久，就连最开始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都隐晦地劝我放弃。他们说，你一个小姑娘，又正值高三，拿着家里的积蓄好好读书才是正事，你的父母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。可我不想，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母爱我如命，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就让我受过任何委屈。小时候喜欢听他们讲故事，他们说我是他们向菩萨求来的孩子，所以他们从不让我靠近寺庙，因为他们怕我有一天会被菩萨带回去。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喜欢拿名字取外号，我掉着眼泪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取名叫陈佳妍。同学们都说这个名字像男孩子的名字，但他们摸摸我的头，耐心解释，人的一生很长，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陪在你的身边，可是我们希望你人生里遇到的都是善良的人，都是好的声音。有人把爱意藏进名字里，
所以我根本无法接受一场无妄之灾将他们从我身边彻底带走。在监控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想要找到一个人很难很难。我想我应该是一个固执的人，所以即便明知有人会谎称线索骗取悬赏金，可每一次我都会满怀希望去见面。高考前2天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那个人。我见过他的照片很多次，高速路的监控视频，身份系统里的证件照，所以只需要一眼我就认出他了。谎称有线索的人是他，他逃了很久了，本来大可以改名换姓，让这桩陈年旧事彻底掩埋在时间里，但他失败了。因为我的纠缠，因为我的固执，所以那个人用未知号码谎称自己有线索，要求见面。逃亡让他变得偏激，他步步朝我逼近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徐鹤之恰好出现，我恐怕已经死在了那天。徐鹤之冷着脸带我去报案，一言不发地蹲在我面前，给我流血的膝盖上药，下颌紧绷，像是生气了。我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像是无可奈何，却又很认真地抬眼看我。可不可以不要以身犯险，不要让自己受伤，不要让我担心。没有人能拒绝徐鹤之。每次见面，我选的都是附近有监控的位置。或许那个人已经疯到想要同归于尽，或许那个人根本没想过活着回去。不过监控已经拍下了他的行踪，的确不需要我再继续固执了。第2天，徐鹤之给了我一支钢笔，有人起哄打趣，有人满眼羡慕，但那的确只是一支普通的钢笔，没有字条，没有告白，没有所谓浪漫的情节。但徐鹤之说：“陈佳妍，你知道吗？钢笔的笔尖其实也很锋利。”后来高考的那2天，我没办法随身携带防身的刀具，那支钢笔却一直在我口袋里，不曾离去。我顺利考完理综的那个中午，我没有想过高考戒严，那个人居然还敢顶风作案。那支钢笔被扎进了那个人的左眼，我被他绑上车，九死一生逃出来的时候，已经错过考试整整1个小时。我顶着一身的血，暴雨将我彻底淋湿，我摁住颤抖的右手，冷静地在警局里做笔录。我的手机和书包全都丢了。负责案件的警官告诉我，尽快搬离原先的房子，嫌疑人行径恶劣，极有可能再次作案。他又问我家里是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必须要出门的时候可以让相熟的朋友陪同。这桩案件他们很重视，他们会尽快抓到凶手。屋子里沉闷而寂静，剩下的蝉鸣在响个不停。那一刻，我唯一想到的却是徐鹤之，那个会不顾大雨翻遍学校找我的徐鹤之，那个面对刀刃却毫不犹豫挡在我身前的徐鹤之。我从来没有那样害怕过，不管是被那个人绑进车里，还是得知自己错过高考的时候，我都不曾感到害怕。但那一刻，我想到的却是，那徐鹤之呢？他会死吗？如果他继续待在我的身边，他是不是也会像我的父母一样，从我的生命中离去？那天从警局里出来，我买了一张去往其他市的车票，去往哪里都可以。没有见面，没有解释，因为我知道徐鹤之一定不会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，所以就让我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学神沉默了很久，我原以为他作为看客会感叹一句可惜，亦或觉得命运捉弄，而我太过薄情寡义，但他没有。我抱膝坐在地面发呆的时候，一张毯子从天而降，将我包裹。有人隔着那张毯子轻轻拥抱住了我，指尖渐渐回暖。过了很久，我终于听见学神的声音，他轻声说：“是他运气不好，所以不要难过。”再一次去警局备案已经轻车熟路。昨晚那一带的小区全都停电，监控没有拍到人，也不排除有人开错门的可能性。等待回执的时候，有人喊住了我，一个道士模样的人故弄玄虚拦住我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小姑娘，你身上的鬼气挺重啊。”一旁的警官翻了个白眼，警告喊：“王青来，装神弄鬼要骗人也有个限度，今天被抓来警告，还没吸取教训吗？再有下次就是拘留了呀。”王青来唏嘘一声，用手封住嘴巴，顿时安静如鸡，但他还是变着法子找机会和我说话。小姑娘，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怪事出现？比如莫名其妙听见声响，忽然有东西不见了。我配合他捧场点头，他摸了摸胡子，颇为自得说：“倒也不用担心，虽然撞鬼了，但这鬼也不算凶煞，应该很快就会自己消失了。来来来，看看这黄符，镇宅保平安。”但我推开他的手，眼睛亮晶晶地反问他：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鬼不那么快消失啊？”他指着我的鼻子，你了半天，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半晌，他神色复杂地叹了口气：“生死有命，他死后被困在那里，说明他的执念就在那里。人鬼殊途，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”我和负责我的女警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她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最后又嘱咐我有异常及时和她联系。买了新的可视门铃，又加了几道防盗锁，加上我备考不怎么出门，熬到考试结束应该没问题。推开门的时候，屋内漆黑一片，我盯着漆黑的房间，忽然莫名其妙说了一句：“芝麻开灯。”过了几秒，灯亮了，飘在我面前的是几张冲刺卷，远处是杯热好的牛奶，暖黄灯光驱散风雪的寒凉，有人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学神晃了晃试卷，无声轻审：“你掉的是这张金试卷呢，还是这张银试卷呢？”我一把抓住卷子，下意识弯起眼睛，我一本正经说：“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”之后的生活好像回归了平静，窍门声不再有了，仿佛那个夜晚真的只是我的一个错觉。直到周姐再次找到我，周姐是负责我的女警，那天晚上她觉得我眼熟，所以主动留了我的联系方式。后来她翻了卷宗，总算想起在哪里见过我。照片里，她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发生命案的时候，她刚好是现场勘查的人员之一。屋子里有一面墙上出现过我的照片，所以当时她觉得我很眼熟。她怀疑那天晚上我听见的撬锁声或许并不是意外。我回完她的消息，神色平静地将手机合上。远处学神在催我吃饭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学神下厨的手艺很好，我赖着他蹭了好多顿饭。我狼吞虎咽，口齿不清。呜呜，学神，你真的是超标准的贤妇良妇。学神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我的夸赞，末了却又骄矜开口：“是吗？原来你也觉得我比某些住在回忆里的人来的实用多了，对吧？”我默默埋头吃饭，不敢说话。最近学神总是很奇怪，数学教到一半，忽然停下问我，他和徐鹤之谁教得更好？我打着哈欠被他喊起床时，他会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徐鹤之也会像他这样贴心准备早餐，喊我起床吗？”每一次都把我吓得清醒。见我默默加快了吃饭速度，学神漫不经心说：“慢慢吃，我又不和你抢。”
难道徐鹤之以前在食堂抢过你饭吃吗？我被呛了一下，差点把饭喷出来。学神轻轻给我拍背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在笑。喝完他递来的水，我擦去眼角被呛出来的眼泪，抬起眼睛无声控诉：做人好难，吃太多的后果就是失眠了。凌晨1点，我哀怨地盯着天花板，最后一咕噜爬起来，拉开门，悠悠问：学神，你睡了吗？学神没睡，可能是怕灯光太刺眼，他点亮了一盏小台灯。睡不着。我点头，乖乖地说：我想听你讲课，数学都讲得差不多了，最近他给我归纳的都是错题。他随手翻了翻卷子，问：要听什么？我没有犹豫。物理。这回学神倒是有些讶异，他从来没想过我会提到物理，慢吞吞说了一句：我还以为你对物理不感兴趣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因为足够催眠。学神，我说过的吧，有你这种学生，我怕是得气到心脏疼。但他还是给我讲起物理，从万有引力到空气阻力，从中微子到量子纠缠，讲到最后我有点失神，思绪早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学神忽然问：陈佳言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我回过神来，把自己藏进被子里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我想起了徐鹤之，微亮的夜灯就像黑夜中闪烁的烛火。那年晚自习停电，广播还没有发布通知，大家在黑暗中兴奋躁动，班长给每桌先发了蜡烛照明，蜡烛横在我和徐鹤之中间，有风经过时烛影晃动，而我咬着笔头看着习题犯了难。在我绞尽脑汁埋头苦想的时候，我听见徐鹤之叹了一声，他说：不要摇笔，是哪题不会？我默默把数学册推了过去，这题还有这题都不会。徐鹤之沉默了一会，班里都说他冷淡寡言不近人情，我怕他生气，偷偷抬起眼睛去瞄他的神情，却见徐鹤之垂下眼睛，眉眼在烛火下映得朦胧，声音很好听。直到他停下讲了一半的习题，忽然问我：陈佳言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我慌慌张张地垂下脑袋，口不择言地回答：在想我要怎么对数学强制爱。我听见徐鹤之扑哧笑出声。那天晚上我唯一庆幸的是学校停电了，所以他看不见我发烫的耳尖。或许后来遗憾的也是学校停电了，所以他不曾知道我紧张到发汗的手心。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耀眼，足以照亮另一个人的夏天。学神把我从被窝里扒拉出来，他气笑了，捏着我的下巴说：不许想徐鹤之，声音有些恶狠狠的。我被他捏着下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都是恩师，不要小气。学神盯了我很久，久到我下意识噤声，久到我心里有些发毛，他终于暂时决定放过我。被角被他严严实实掖好了。他又问：那你想考江城大学也是因为他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回答他：也算是吧，当时我们约定好一起去江城大学念书，后来因为我缺了一门英语的分数不够，所以就没有实现。不过江城大学的化学也是国内数1数2的，所以我也不算完全是为了徐鹤之。高中的时候见到过樱花雨实验，氯化钴遇到氧化钠溶液产生的沉淀物，就像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樱花雨。我问徐鹤之：你见过樱花吗？他摇头，抬起眼睛，最亮的光倒映在少年乌黑的瞳孔里。他侧头定定看了我一会，然后浅浅的笑了。他说：陈佳言，我知道你想考江城大学，我也会去江城大学。今年9月，你要和我一起看樱花吗？我在原地怔怔地看了他许久，像是久久不能消化他话中的含义，半晌才呆呆地憋出一句：9月没有樱花。徐鹤之偏过头去，他气苦地抿唇。意识渐渐朦胧睡去的时候，我感到有人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我似乎听见学神轻声在说：睡吧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这里。一眨眼就到了笔试前一天，考点不在学校附近，我订了酒店，忙忙碌碌地收拾行李。学神看着我忙碌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，我只是有一点舍不得离开。临出门前，我把学神喊来，让他站在我面前，不要乱跑。我十指相扣，闭上眼睛，对着学神许愿：学神保佑我考试顺利。高中时候的每一场考试前，我都会对着徐鹤之许愿，无一例外的，每次都很灵验。除了那次高考的前一天，我一本正经对着徐鹤之许愿的时候，那个曾经抢我试卷嘲笑我的男生打断了我。他耳尖微红，和我说：陈佳言，我喜欢你，希望你高考顺利。被打断了的愿望果然不再灵验，缺了一门科目的分数让我只能读一个普通的2本，没有科研条件，没有保研名额，我从不参加任何无意义的社交活动，埋头扎进图书馆里，成为他们之中的怪人。到最后，我受不了舍友的彻夜打闹，搬到这座凶宅，然后遇到了学神。有人擦去我的眼泪，学神轻啧一声，他低声说：哭什么？我睁开眼睛，泪眼朦胧，却只能看见面前虚无的空气。我听见学神的声音懒懒散散：放心吧，学神保佑你，陈佳言，这次考试你一定会顺顺利利。2天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我答得很好，我的短板只有数学，但那张数学卷子却出乎意料答得很顺利。落日渐去，雪花飘下来，就像是高考那天的暴雨。有人出现在街角尽头，那个人左眼伤疤可怖，身上穿着陈旧的黑外套，神色背光，有些看不清。他踩着雪，一步步朝我走过来。我松开了捏紧背包的指尖，歪着头，忽然问他：你知道吗？我等你很久了。或许4年前这笔账就应该算清。车祸却肇事逃逸的司机，4年前因怨恨报复而绑架我的凶手，他隐姓埋名人间蒸发，却从未想过停止找到我。现在他找到了，而我也找到他了。我看着他渐渐靠近，忽然开口问他：你躲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小区，明明可以等待时机杀了我，为什么要在那间房子里犯下命案，伪装成坠楼，引发警方的注意？他痴痴地笑了。你是想问那个人吧？我记得他4年前那天暴雨，就是他救了你，否则那时候你就已经死在了我手上。这次也是，如果不是他忽然出现，6月15的那天晚上，你本该死在我的手里。我的眼睫颤了颤。6月15是我父母的忌日，学校里烧不了纸钱，我考了1天的试，最后在那个傍晚出了校门。周姐和警察来的时候，我浑身是血的站在路灯下，飘落的雪花就像是天上的星星。那个人躺在雪地里奄奄一息，警察把他铐起来，他也再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周姐严肃地和我说：你要去医院验伤。我摇头朝他笑，扬了扬手臂的骇人伤口。我查过了，我这算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的。现在的我是徐鹤之给的，所以我不会毁了自己。他
知道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，那个人曾经躲在那间房子里，他曾在墙上贴满我的照片，企图策划杀死我的行凶手法，却因徐鹤之的出现不得不落空。我在遇到那个人的第一时间就拨通了周姐的电话。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我无数次试想过这一天的到来，试想过他会拿出什么样的武器，试想过他会先迈左脚还是右脚，试想过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。这4年里，我从未有过一天停止。我练过拳击，学过散打，大学4年里，我唯一加过的社团就是武术，教的不精我就省吃俭用报班学。最累的时候是我被打趴在地上，浑身颤到，就连指尖都在痛，却还要咬着牙爬起来，为了生计去做校外的兼职。4年前执着于抓住凶手，却因力量悬殊而被报复，险些丧命。那样致命的错误，我不会允许自己再犯第2遍。周姐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她望着我的背影，半晌没再说出话来，耳边风声凛冽，我的脚步越来越快，跑到气喘吁吁，跑到心跳失速。我跑回那间凶宅，那个所有人都视为不祥的地方。我想要见到学神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可我推开门，黑暗中一片寂静。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学神。”空空荡荡，没有人回应。我的声音颤抖，有滚烫的东西从眼睛里掉下来。徐鹤之，你还在吗？徐鹤之又一次离开了我。没有人会再开口回应，也没有人会在深夜为我留下一盏灯。高中整整3年的补习，说话时不经意的交金，还有他的刀子嘴豆腐心。我向他许了整整3年的愿望，每一次徐鹤之都会笑着回应我：“放心吧，学神保佑你。陈佳言，这次考试你一定会顺顺利利。”所以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？我以为自欺欺人就可以藏起一切，我以为我们还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有人奋不顾身的来救我，一遍又一遍。我捂着眼睛，眼泪却怎么也忍不住从指缝里掉出来。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雪夜，有人新生，有人暮去，但我唯一知道的是，徐鹤之，他再一次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消失。我走到阳台的时候，有人在我身后拽住我，是周姐。她神色担忧，松了一口气。你发消息说不想一个人，幸好我来了。怎么哭成这样？可以和我说说吗？我僵住了。我从没有给他发过这样的消息，但我知道那会是谁发的。徐鹤之。我挣开他的手，在家里慌乱翻找，企图找到徐鹤之仍然存在的一丝痕迹。直到最后，我看见了那块亮起的电脑屏幕。离家2天，我留给徐鹤之的联系我的唯一途径，对话框停留在和周姐的对话。你好，你可以来我家一下吗？可不可以不要？可不可以不要留他一个人？时间是20分钟前，我赶回家的路上，我浑身颤抖着，想起了学神曾经说过的话。听说一个人生前如果有未尽的执念，他的魂魄就会日复一日徘徊人间，直到灰飞烟灭。我教你数学，你帮我完成愿望，让我成功离开这里。那他的愿望会是什么？是让我顺利通过考试，还是抓到凶手不再危险？我不知道。风扬起桌上的那张信纸，纸张字迹陌生而熟悉，我近乎崩溃地抓住那张纸，而信的末尾是这样写道：宇宙在膨胀，烟花消散的速度远超光速，我们终将在宇宙中湮灭为永恒。爱你是10000次的春和景明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终会重逢。我恍惚想起高3的那个傍晚，他拉着我到操场吹晚风，人声喧闹，很多人在操场慢跑，远处空中一声闷响，有烟花绽开，湮灭在空气中。我问起烟花消散的速度，他微微偏头，说是光速。我们在那场晚风中看完了整场烟火。回教室的途中，我刻意落后他一步，光明正大地看着他的侧脸。少年却回过身，晚风扬起他的衣摆，他弯起眼睛，在光下回望我。他说：“陈佳言，往前走。”徐鹤之番外，学神日记。陈佳言一直以为高中开学是他们的初遇，但其实不是。徐鹤之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他，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参加各种补习和培训。他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，是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。他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玩闹的朋友，因为常常被拿出来和人对比，以至于后来小区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他。那些人嬉笑玩闹，而他向来孤僻寡言，被人冷落孤立了，也只是抿抿唇站在一边。他狼狈地被人推进沙坑里时，耳边响起的是父母的耳提面命，他们要他出类拔萃，他们要他八面玲珑。他只心想有这时间维系表面关系，不如多做2道题。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陈佳言，他蹲在他面前，朝他递了一块创口贴。他只记得他的手心很烫，烈日骄阳下，他很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。不用怕，我们可以一起打回去。很久很久以后，徐鹤之开始写日记，这是日记的第1页。后来他搬了家，过了很久，或许只是短短几年，可他却觉得很漫长。再次见到他是在那条流浪猫常常出没的小巷，为了短暂逃离沉闷无趣的生活，他偶尔会绕道去小巷里喂猫，直到有一天，简易猫窝旁挂了张牌子，不要给流浪猫喂猫条，猫会挑食。徐鹤之面对那块纸板沉默了很久，拎着带来的猫条又折返回去。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带来了猫粮和罐头，却看见有个人蹲在猫窝前，落日余晖照亮他侧脸，对人谨慎防备的猫咪在他的手心下舒服地眯起眼睛，安静又乖巧。他想，或许他知道了纸板的主人是谁。这是日记的第2页。没过多久，高中开学了，看着他的新同桌，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命运。班里都在传他是冷淡孤僻难以接近，他有些犹豫地偷瞄了他几眼，继续绞尽脑汁和笔下的数学题纠缠。但他不想这样，不想他也害怕远离他，不想他用那样陌生的目光看他，他不想他们之间仅仅只是普通同学。他垂下眼睫，轻声开口，画条辅助线，从那个焦点。3言2语，他恍然大悟。在抬眼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。他转过脸，忽然说：“学神，我们认识一下吧，我叫陈佳言。”他微微弯起眼睛，而他心想：我知道，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想认识你了。后来日记里多了1页又1页。班里有人为难陈佳言，在一个暴雨天把他锁在教室里，他找了很久，最后找到学校里。水滴顺着发梢滴落，他其实冷得有些头脑昏沉了，但他只偷偷蹭掉了手心的雨水，在阵阵惊雷中朝他伸出手心，就像多年前那样。陈佳言，你要和我走吗？后来他找到了那个男生，那个抢他试卷又把他锁在教室里的那个男生。那个人气急败坏，冷笑反问他：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又
又凭什么插手我和他的事？清瘦挺拔的少年紧绷下颌，目光冷峭，撩了眼皮看他。他和陈佳妍是什么关系？是在不懂喜欢的年纪，却可以搬家加酒做爸爸妈妈的关系。是他处心积虑很久，终于认识他的关系。是他喜欢他，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的关系。很久以前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，但现在他明白了，喜欢就是义无反顾，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同一个人。但他还是错过陈佳妍了。陈佳妍出了意外，在高考最后一科的考试前，他找了他很久，最后借着帮老师整理档案的名义，终于得知了他的去向。南方一所很普通的学校，距离江城974.7公里的另一个城市，那是很遥远的距离，坐火车都要花费将近9小时的车程。有时候他会买票去到他的城市，他的日记里开始夹杂着车票和机票。有时候他能遥遥见他一面，有时候不能。有时候他会想，会不会是他还在怪他？明明知道他可能会有危险，明明答应他了会在他家楼下等他，可是那天中午暴雨，他刚下楼跑回家拿伞，只差了2分钟，他就消失不见了。一晃过去好多年，他意外再次见到了曾经毁掉陈佳妍的那个人。拉扯间，有刀扎进他心口。意识渐渐模糊的瞬间，他想起的却是那年9月开学，樱花随风落雨，砸进他的手心里。乍暖的温度让樱花2次绽放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樱花飘落下来，就好像他见到他的第一眼，短暂而灿烂。他想要告诉他，9月其实也是有樱花盛开的，但他没有机会说出口了。作为学神的那段时间里，他被困在那间房子里，记忆模糊，浑浑噩噩。直到最后那天，陈佳妍去考试，他忽然想起了生前种种，想起自己作为学神时，时不时阴阳怪气一下生前的自己。徐鹤之哑口无言，他以为恢复记忆是幸运，但其实不是。他开始渐渐消失了。他看见了电脑里的共享消息，看见了周姐说已经在赶过去的路上。他知道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所以他也必须要离开了。离开前，他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他以陈佳妍的口吻拜托周姐今晚照看他，不要留他一个人，不要让他做傻事，拜托了。第二件，他给陈佳妍留了一封信。他不知道他认出他了没有，但他想陈佳妍那么聪明，肯定一下子就猜到是他了。很多年以前，他在那场烟火谢幕后，对着脚步慢半拍的陈佳妍说：“陈佳妍，往前走。”那时候他想的是陈佳妍走到我身边。时隔多年，他终于再次说出那句话，但这一次他想的却是陈佳妍往前走，然后把我遗忘在过去。徐鹤之睁开眼，清晨的蝉鸣不止，耳朵一阵刺耳嗡鸣。他难耐地蹙起眉，却看见窗外有风拂过梧桐叶，在书桌落下一片斑驳光影，心脏隐隐有些痛。他的目光落在书桌上的日历，时间显示的是4年前的6月4日，高考的前3天。他猝然闭眼，在睁眼时不顾浑身疼痛，一路跌跌撞撞，穿过小巷，来到了陈佳妍的楼下。心跳喧嚣炽热，他跑得气喘吁吁，支着膝盖垂头喘息的时候，他听见有人不解问：“徐鹤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抬起头，看见他站在台阶上，紧紧捏着书包带。他与他的目光撞了个满怀，而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了。全文完。